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25号。昨天比特币日线收盘正式跌破3万美金整数关，很多朋友也是在问为什么，或者这两天价格在跌的情况下，国币最近却是涨的。那我18号的视频，希望朋友们在这个位置去做多。有几个朋友是买的点位比我更低因为这个低点的位置就是在日线里面的60 MA， 所以希望朋友们还是尽量给我抱住，不要去管最近是不是推特换装已经完成，你不然还是尽量给我报，因为最近比特币确实是不好做。那等下来聊一下比特币调整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减半之前有这么一个需求，里面的一些知识点怎么去挖掘。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比特币价格在跌的情况下，程序都没有给出交易的信号，只有狗狗币30分钟在 0.076 的高位给了一笔做空的建议，英文也是同步后面价格也是有跌到 0.073 0.074 附近不过看个人的兴趣因为也是跟大家讲我已经有1年没有做空了，那这一个信号给的也只是短线的一个信号，我的观点是朋友们还是尽量以短为主吧，因为狗狗币目前是有一个趋势那有做对的单子也是希望朋友们给我抱住。包括比特币今天来聊一下这一个产量减半的时间，朋友们记得我最早是在3月份的时候是在 22K 附近，当时比特币有跟朋友们讲过它底部已经是脱离，因为历史上有这种经验比特币这整个2万下方底部的区间到明年的4月份就是有这种历史的经验，它会提前上涨1年左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9年的1月份也是比特币的底部，然后产量减半是在2022年的5月份，就是它提前1年左右会有一波初步牛市的上涨，然后2015年的1月份比特币的底部，到这一个2016年7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的时间，它就是会有第一波初步的牛市。那现在我个人的一个思考是有可能时间还是不够，我们观察一下它这里面产量减半时间在历史上，如果是15年的这一个底部起来之后，它涨幅的空间是接近1倍或者1倍多，没有超过2倍的情况下，后面它盘整的时间月线里面这一根算不算盘整，也可以当成一个上涨，然后这一根是一个下跌一个上涨一个下跌一个上涨，这里面的时间我们去观察是1根2根3根4根，如果加上这一根也可以当成一个5根的一个空间调整的一个区间。所以现在比特币自 15K 涨到 30K 左右附近，它有可能最多目前是整理了4根，而且这里面的形态就是1根上涨1根下跌1根上涨又1根下跌。然后我个人一个思路是，这个位置也不一定跌得下去它有可能还是在这整个区间，是不是再涨1个月又跌1个月，然后到10月份有没有可能时间整理4到5根或者5到6根左右，10月份有没有可能往上去突破？因为我们参考历史前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观察一下，在产量减半之前，它这一个底部脱离完以后，这边19年是涨了3倍，3倍如果我们算这一根开始调整的时间1、2、3、4、5、6，这一根就要开始要往上突破的一个走势，但是后面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还有一个挖坑的一个低点，所以我的观点是，目前比特币第一波上涨只有1倍，它不同于19年这边是3倍，有可能很像2015年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时间可以参考，就是它有6根的一个调整时间，那这边是5根左右它后面在这一个位置突破的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一直在讲的10月份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再继续往上涨，15年的这个位置就是它突破了这个 N 型的高位，就是在产量减半之前，它会有4到5个月或者是6个月的一个整理区间，整理完以后它有可能会变盘往上去突破前面这个 N 型的区间，所以现在比特币的一个时间有可能它在整理或者是在调整，也是因为产量减半之前会有1、2、3、4、5或者是6个月整理的一个需求，到时候10月份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开始变盘往上去突破，在产量减半之前相信应该要突破这个 48K 的高点。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首先观察一下昨天这个 29.5K 已经是正式跌破，那不然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前面有聊过的
这一个箱体白色的矩形高原的位置，昨天就达到这个低点，它现在还是在这边守啊，不过也没有再去操作比特币短线，因为一直判断可能时间还是不够，它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撑住，我也没有信心。不过我个人观点，最强的一个支撑位，可能这一个 28.2K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就是这个 N 型整个中线里面 N 型的高点位置。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昨天下跌的时候，感觉短线是已经有一点量能出来。那我们今天要留意一下，如果强势的情况，像这种变盘的点位，它不是一个箱体整理到位，变盘往下跌破嘛？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这2天之内，最好收盘能给我收在这个实体里面，有可能代表着这个位置下跌就是有遇到多方抵抗。当然多方抵抗你也可以再等，它还有没有可能挖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是在这边整理出一个区间，也是不排除短线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已经稳住。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昨天这个低点的位置，价格也是稳在这个 60MA 上方， 60MA 向上的情况下，它也是一个趋势存在在这边，或者是也可以观察一下价格是在破底，日线现在 KD 是有背离啊。所以我的观点是，你如果是左侧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位置猜一猜，但是止损要设好，因为目前比特币我的判断还是一样，可能时间还不够。不然我的观点是，右侧的朋友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一个哈根 IC 指标，它目前价格是在这一个哈根 IC 红色的 K 线下方，如果是价格突破了这个绿线的位置，有可能才是右侧的一些追价点，所以也可以观察一下最强的情况这边会不会整理。它这一个哈根 IC 如果来到下方的时候，它价格还是不肯往下跌，那有没有可能往上突破的位置，就类似这种 K 线泛绿的位置，价格突破上去，你到时候再去做追加，因为前面几波都是这样子，你最迟如果这个位置没买，在这个位置都应该要做追加的，因为价格已经突破这一个哈根 IC， 包括今年的1月份也是一样，这个位置突破的位置随便都可以追啊，后面一大波就是一个多方的利润。所以现在我的一个观点是，右侧的朋友你可以等看什么时候整理到位，会不会突破的一个位置，到时候再追进去哦。然后我们简单来聊一下这个狗狗币哦。上一次在这个低档的位置有做对的一些朋友，当时也是有预期，至少可能会突破这个箱体哦，因为这下方是挖坑，那既然是早就回到这一个箱体里面，你再压回来，有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而且是下方就是 60MA 的一个支撑，当时是有预判有可能会过这个 0.076， 到现在是还没过，那你去观察一下 0.076 目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就是这个区间会有一个压力区。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本周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它价格能不能给我正式收在这2条周线的牛熊线上方。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